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手相中的两种神秘纹路元宝纹和棺材纹，它们究竟有何玄机，对我们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别傻傻分不清楚，让我带你一探究竟。一、形态元宝纹的繁荣，棺材纹的潜藏。在手相学中，元宝纹是由3条主线构成的，其中主要的一条副线形成元宝的独特弧形。整体来看，元宝纹的出现几率较大，形态相对辨识度较高，而棺材纹则完全不同，它隐藏在远离主线的侧面，由其他纹路构成，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小。元宝纹犹如生命的繁荣，而棺材纹则暗藏神秘，需要仔细寻找。二、吉凶元宝纹的繁荣，棺材纹的预警。元宝纹的出现预示着事业发展一片大好，个人健康状况较佳，感情运势也呈现蓬勃的桃花运。然而，一旦手相中显现棺材纹，就意味着戏剧性的变化即将来临。棺材纹的出现对事业发展不利，可能会对命运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引发前所未有的逆境，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三、对命运的影响程度，元宝纹的牵引，棺材纹的独行。元宝纹因与3大主线相关，对命运格局的变化相对较大。拥有元宝纹的人，命格基本定格在繁荣的元宝之中。相对而言，棺材纹的出现远离主线和副线，影响相对较弱。然而，若手相中没有其他有力的纹路相助，棺材纹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命理运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命运因素。如果你手上有这2种纹路，不过我们也都知道，手相中除了以上所说的2种纹路外，其实还是有着很多的发财纹路，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一、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新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二、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三、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四、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五、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2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六、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七、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
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首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身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月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月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不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俗话说1分钱难倒英雄汉，可见钱财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助力。有的人出身富贵，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最终也能富贵满盈，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今日透天机手相来看一下，哪些人财运好，财富多。1.
手部多肉，手上肉骨均匀的人是福人之相，一生福厚，衣食自来，一生不曾劳累辛苦，气运自来便很强盛。这种人生活悠闲，无忧仕禄，为大吉之相。2. 手中元宝纹。元宝纹是由2条或3条主线分别为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加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元宝图形。金元纹宝一般为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或盆形，元宝形状越大，代表财产也就越多。如果四处封闭，四角不漏，属于很好的财库，代表着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也很容易存着钱。真所谓古相书中所言，元宝在手，车房尽有。3. 手心存水。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那么真正的手心存水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4.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第2，从手指看个人性格。切记小心四指紧闭的人，手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的手指中看出来，毕竟每个人的手指都是不同的。手指紧闭的人的性格怎么样呢？1. 四指紧闭。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四指紧闭并且屈腹中指的话，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都是一个一意孤行且自鸣得意的自大之辈，遇到要多加小心。2. 每个手指都长。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长的话，就说明此人心态方面比较好，而且做事情都比较细致，还很注意自身的仪表。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特别长，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和谐的。有这样手相的人，就说明此人是一个过分注重细节、吹毛求疵的性格。3. 每个手指都短。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果断迅速之人，而且还敢作敢为。不过有此手相之人，因做事过于果断迅速，不免会出现急躁的毛病。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过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虽然也会具备1点以上的优点，但是也不会比伪君子好太多的。4. 手指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比较弯曲，而且还比较难看的话，就说明此人大多都是一个性格残暴之人。如果再配上掌形又比较差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多会有一些犯罪倾向。5. 手指向内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向内弯曲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大多都是狠毒、残暴之人。但是如果有这类手相之人的指身纹绣的话，就说明此人不仅不是残暴狠毒之人，反而会是一个有深谋远虑之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中我们的手指有长有短，有胖有瘦，根据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我们手指的形状也是不同的。第3，从手相看一个人是否能婚姻幸福。1. 夫妻宫肌肉饱满，气色光润明显，这类人配偶相当聪慧贤淑，丈夫则是温柔体贴，夫妻生活美满，感情佳。如果再眉毛与眼睛大小宽窄相配的话，那么就是郎才女貌的上好婚姻。2. 夫妻宫位置低陷，肉少皮薄，俗话说奸门洼，嫁两家。奸门即是夫妻宫，这个部位低陷的人，婚姻生活一生障碍，需防止离婚，早则7年内离婚，晚则中年离婚。3. 夫妻宫偏狭窄。夫妻宫位置非常狭窄，代表婚姻晚或者二婚。如果嫁的人年龄偏大或者晚婚，婚姻能勉强长久；如果嫁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则婚姻多坎坷。4. 夫妻宫见青金预示配偶多病，或者最近运气不佳。5. 夫妻宫眼尾朝下，抠门吝啬是其最大特征。眼角比较朝下的面相，往往怨天尤人，专门看对方的短处，婚姻生活中难免出问题。6. 夫妻宫有黑斑或疤痕，如果正常的胎记就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婚姻；如果是后天形成的色斑，就是婚姻不佳的标志，双方易吵架、出轨。7. 夫妻宫肤色较黑，或者原来白后来变黑，情感不牢靠，导致婚姻不幸，结婚多次，或者甚至孤独终生。8. 夫妻宫见鱼尾纹，十分劳碌，无暇顾及感情，终会导致劳燕分飞。夫妻宫的鱼尾纹特别深的话，
就是二婚或者多婚的符号。9. 夫妻宫皮肤光滑出油，且较白较厚，容易姐弟恋或者老少恋，因其性欲旺盛，容易导致众多异性介入其生活，很容易为第三者。夫妻宫到了年龄偏大的时候，依然光滑无痕的，代表多情多欲。10. 夫妻宫有十字纹，会用武力征服异性，而且凶狠无比，容易出现家暴。奸门破相，婚姻有始无终，遇事难以白头偕老。两个人之间投缘度通过手相就能看出吉凶。想知道你和他是家有天成，还是一对冤家吗？一、互相体贴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即深入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感情线算是标准型。谈恋爱时不太敢表白自己的情感，所以是相亲结婚型。婚后会相互体贴，爱情弥深，至死不渝。如果智慧线下降，就更为圆满了。2、能互补任性爱情的一对标准型，与常常伸出的感情线及感情线伸长到木星丘，表情爱深浓，意志坚定，不管谈恋爱或结婚，都喜欢以自我为本位，相当任性。婚后不久即想生儿子育女，这样的人若能配一个拥有标准感情线的对方，会自然产生容力，体贴对方，即使生活里碰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复如常。3、互补爱情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与短感情线中极大致说来，感情线停在土星丘的人较容易心焦气急，谈恋爱总以自我为本位，情感起伏相当大。拥有标准感情线的人一旦结婚会很体贴对方，所以可弥补对方的任性，建立圆满家庭。如果男性的感情线短，可能会因不满对方而在外拈花惹草。4、虽有情但倔强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凶感情线愈长，表示情爱愈深，也有实行力，但如果对方不肯轻易让步，可能就起反感而意气用事。如果双方的感情线都长，会因不肯轻让而诉诸于暴力，但如果一方智慧线上升，一方下降，则意外的能情投意合。5、个性相反却美满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和短短的感情线中极感情线，如果伸到木星丘，表示处事积极，很能实践；若停在土星丘上，则表示感情不稳定，神经兮兮。互有以自我为本位又任性的地方，虽然偶尔也起争执，但利用情投意合来互补，情感的凝结力还是很强。6、无法维持长久的一对短短的感情线，凶感情线若停在土星丘，大多以自我为本位，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所以你对他可能有好感，但他却是毫无反应。如果双方都有这一型的感情线，即使结合了，也很难维续长。7、个性都倔强的一对断掌，凶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侧向掠过，是典型的断掌，很有性格，也很执着，又有经济观念。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可能起两极端，胜了就为王，败了就为寇，甚至落得精神分裂。如果两个人都是断掌，就不能互相弥补了。8、适应独霸型对方的一对断掌和标准型的感情线，极断掌的人大多身怀一技之长，经济上很能获得成功。他的爱情是单方面的，只要爱上对方，一定不择手段想得到，有点冷热无常。若想与这型人配合，当以个性温和、适应力强的标准型为佳。标准型的人最能弥补喜欢走极端的对方的缺点。9、能化解对方顽固作风的一对断掌和长长的响情线中极断掌的人头脑好，虽然顽固，却经济充裕，很可能在实业方面有大成就，只是他总喜欢把钱字挂在嘴边，贪得无厌。木星丘发达的感情线多的是有行动又能领导的人，很能化解断掌者的顽固作风。10、各行其事的一对断掌和短短的感情线凶断掌，感情线短的人很不懂得忍耐，为人任性，说话老是不让利，怎能好好相处呢？只是断掌的人相当能干，常因不怕风险而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大佬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1、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
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受益，大吉大利。2.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手掌很薄或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之人。但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厚实、有肉、十分柔软，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她们的收入很高，财运很好，从来不缺钱花，家境很好，通常来说是出生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另外，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3.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4. 食指短。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尤其是对待工作，简直是一丝不苟。他们为人很实在，没有心机，深受大家信任。如果手指的关节是凸出来的，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让人感到很新奇，而且能够把它变成现实。手上有这些特征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能富贵一生。5.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好多的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像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6. 手上有财库纹。说到手中的财库纹，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关系的。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除此之外，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女人手上有理财纹，具有理财观念与能力，通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很会理财，无论是给自己还是别人。7. 天纹清晰细绣。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且纹路清晰细绣，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真挚，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在今后的日子中相互扶持，能把家庭与事业打理得很好。8. 掌心凹陷。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有比较明显的凹槽，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在生活中也十分罕见。根据相术学的说法，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一般来说，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累积很多的财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似乎所有的钱财、金钱、财富都会自动地往他们身上靠拢，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与回报，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9. 手指比较细长。手指的长短也有说法，短有短的说法，长有长的说法。
而细长的手指在相学中是好的。手指细长的好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哪怕是手指粗一些，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也是显得细长的，也是作数的。其实每个人都和自己相处久了，自己最了解自己，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准确。10.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是能看出运势的。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有些喜好自由，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灵活，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是一个做事勤快、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11.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处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2. 手上有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13.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很多，而我们从掌纹上来看，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如果这2条大线是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顺利，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还能够得到财神的照顾，从而坐拥无数财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14. 无名指根部丰满。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他们这种人非常适合去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也能够赚一大笔财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强，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15.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便是水星丘。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通常都是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财。这种人财运都非常不错，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比较好，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